Hello， 大家好，我是陶阳，今天给大家聊一聊燃气壁挂炉怎么选。相信北方的朋友对于壁挂炉都不会太陌生，一个壁挂炉就能搞定洗澡、家庭供暖两大难题，可谓是一鱼两吃。那看到这里，可能南方的朋友又有点不服气的，例如我，不但没有供暖，关键冷的同时还很阴冷潮湿。那这一期的壁挂炉选购攻略就别错过了。壁挂炉单从字面上的意思，可能很多人会理解成挂在墙上的炉子，可能是这样的，也有可能是那样的。实际上壁挂炉要是我们从气源类别去区分的话，还是很好理解的。气源分为天然气、液化气、人工煤气，类别上又有单采暖以及采暖热水两用型，大家认准天然气供暖的两用型壁挂炉就好了。那市面上80%以上的机型都集中在这里。那看到这里，大家也别着急去买壁挂炉，先看完我这集视频，不然你会发现电商详情页里面的壁挂炉和燃气热水器的样子不能说一模一样，只能说毫无区别。这是壁挂炉，这是燃气热水器，外观惊人的相似。从底部的接口来看，壁挂炉多了2根采暖的进出管。拆机之后可以发现，壁挂炉因为具备采暖与供热水的两用属性，所以机器的结构会更加精密还有复杂。当然了，价格也会更贵一些。如果你有供暖的需求，选壁挂炉，价格贵一点，但确实生活用水、供暖两不误。要是没有这个需求，直接选一个便宜又划算的燃气热水器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组奥维云网的数据，壁挂炉的销量在2023年的上半年，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渠道，都有非常大幅度的增长。但按理来说，北方有集中供暖，南方也不会太冷，那壁挂炉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消费者认可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像集中供暖室温不达标，或者还没到供暖时间就冷到不行，个别北方城市还没有集中供暖等等，这些都是一抓一大把的新闻。北方的朋友懂的都懂，不用再多去普及了。可能南方对于壁挂炉的了解就比较少了，装修的时候也没有下意识要装壁挂炉。但南方的冬天虽说没有北方那么冷，但也是透心凉的魔法攻击尤其像湖南、湖北这类不沿海的省份，冬天就得烤个火，或者整个小太阳、踢脚线取暖器啥的。当然了，如果你也怕冷、怕寂寞，想有人爱，新家装修前你可以铺设地暖，效果杠杠的。老房也能加设暖气片安装，都给你安排到位了。比起自家的空调或者是小太阳、踢脚线取暖器啥的，都要更舒服。看到这里，终于下定决心买壁挂炉的朋友，可以在公屏上扣波1。当你兴致勃勃地打开手机想下单的时候，你会发现国产和国外品牌的壁挂炉价格那叫一个天差地别。国外品牌像威能、博士、菲斯曼、林内等等，起步价差不多得过万，还上不封顶。有没有一种瞬间感觉身体被掏光呢？但国产品牌却不断打破我对壁挂炉价格的认知下限。像大家熟知的美的、海尔、万和等等的品牌，便宜的2-3千，贵的7-8千，瞬间感觉我又能行了，我要打10个。其实国产壁挂炉之间价格相差那么大，我也很想知道区别到底在哪里。犹豫再三，我还是跟老板申请了经费。奥克斯 TS01价格2758元，海尔 H97价格5199元，美的 R53价格7499元。借着这一期选购攻略，拆机给大家边分析边科普，给个3零不过分吧？3款机子外观颜值就不评价了，留给你们发挥。在外观尺寸上，奥克斯、美的主打一个小体积，厚度都在243毫米左右，对于6平米以下的中小型厨房来说更加的友好。当然了，这个只能称为加分点，我们就不延伸了。很多人在买壁挂炉的时候，销售都会提一嘴，咱家是冷凝炉，主打的就是一个节能又环保。那其实道理都大差不差。标准炉呢，就是通过燃烧产生的热量用来加热水或者其他传热的介质，烟气再被排放出去，一般热效率都在90%以下。冷凝炉基于这个原理，其实烟气的热量还没有完全利用起来，所以可以通过特殊的换热器将蒸汽冷凝，从而释放出更多的热量，就能提高热量的转化效率了。
基本都能在90%以上，甚至有些能干到105%的热效率，也就是俗称的超一级能效。至于为什么可以打破能量守恒定律，评论区大家可以猜一下。总的来说，冷凝壁挂炉确实是有它的优点，像壁挂炉基本在采暖季都得全天24小时开着，相比之下就更节能省气了。但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大家注意的，冷凝炉都会产生酸性的冷凝水。目前主流换热器材质以不锈钢、无氧铜为主，在抗腐蚀上，不锈钢会更占优势。像国外头部品牌威能、阿里斯顿或者国内品牌美的等等，他们都在用。所以我也更建议大家重点去关注不锈钢材质的换热器。套管式、返换式，想必大家也听得多了，原理啥的就不给大家解释了，直接开切。套管式说白了就是大管套小管，当燃烧室加热负责供暖的大管后，再把热量传递到负责生活用水的小管，整体实现加热过程。而返换式就是多了这么个东西，三通阀实现单独的生活热水交换区，确保了稳定和舒适的水温。关于两者的优缺点，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表格。所以市面上基本4000以上的壁挂炉都是返换式的结构，本质上就是为了生活用水更加舒适，不会忽冷忽热。壁挂炉的功率其实也很好理解，一般指的就是壁挂炉的额定输出功率，也就是单位时间内壁挂炉通过燃烧能够产生的最大有效热量。像详情页标明的18千瓦、24千瓦、32千瓦这些就是了。至于要怎么选，这个还得看自家的房屋面积、保温结构、供暖还有洗浴需求等等来决定。要是你们家住在南方，考虑到冬天的自来水入户水温比起北方还要低，并且自来水管道埋得比较浅等等，想要体验好就得买大一号。热水流量一般也是和功率挂钩的，详细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这张图，我就不过多解释了。那传统的壁挂炉不管是采暖还是生活用水，机器但凡在运作都会有非常持续的轰鸣声，所以在整体体验上，噪音控制是不可缺失的一环。作为消费者，最直观的就是看详情页的噪音数值。3款机器只有美的在参数一栏有标明噪音控制在38分贝，询问客服后，另外2款分别是45、53分贝。那我们顺便也拆机看一下3款的风机还有降噪设计到底有什么区别。可以看到，美的搭载的是36伏直流变频风机，还有变频器阀。直流变频风机可以根据燃烧火力的变化来智能调整风力的大小，而变频器阀呢，可以智能控制用气量的大小，实现节能又静音，并且已经通过了1级低噪的行业标准。另外2款呢，则为交流风机，还有普通的气阀设计。那壁挂炉作为采暖系统，向来都有3分看产品，7分看安装的说法。所以选择靠谱的品牌可以说省事非常多。像这里展示的美的、海尔、奥克斯壁挂炉，在我看来都属于靠谱的品牌范畴之一，3款都是8安装的。但海尔、奥克斯只是提供基础的8安装服务，但美的把这一块的安装费通通全免了。像有可能产生的辅材费、上门费等等都是不用钱。要是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优先考虑带0元安装服务的大牌壁挂炉机器。最后我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如果你想买到一款节能省气、性价比高，并且还要长期使用的壁挂炉，可以重点考虑这几个参数。例如壁挂炉就选择冷凝式，超一级能效，更加节能环保。换热器就选择不锈钢材质，抗腐蚀并且更耐用。返换式的结构保证生活用水的舒适性，以不至于忽冷忽热。风机就选变频直流的，噪音更低。有条件就认准带1级低噪 logo 的壁挂炉。最后，假如你选壁挂炉已经选累了，不想在安装环节跟售后师傅斗智斗勇的话，那就优先考虑带0元安装服务的机型，给你一站式安排到位。那最后我再给大家推荐几款性价比还不错的国产壁挂炉。从价格上来看，国产壁挂炉在7000这个价位段会是一个分水岭，所以暂且划分成7000以下以及以上2个区间。那7000以上的价位段优选第一款美的 R53，也是这次拆机测评的其中一款。在我看来，7000左右价位段性价比确实是非常高。冷凝式壁挂炉比起传统的壁挂炉多配备了冷凝换热器的2次回收装置，并且热效率远超国家1级能效标准，高达105%，并且主换热器也采用了新一代的不锈钢材质。美的又叫做金刚芯，抗腐蚀能力更强，并且整机寿命可以高达10年以上。要是入手美的冷凝壁挂炉的话，像他们家的R05系列、R53系列、R11系列等等都是挺不错的，可以按需选购。前面我们也提到了 R53在静音和省气方面做的比较不错，
还获得了1级低噪的认证。拆机后呢，像直流变频风机、变频器阀、降噪设计也都有体现。那在安装售后方面，像美的 R53系列、R07、R11系列都能做到一价全包，真正实现了零元安装的服务。第二款美的 R53 Pro 同样也是美的 R53系列，到手价9000出头，主要是在 R53的基础上升级了零冷水功能，在日常的生活用水体验方面也能表现得更好。要是家里面对于生活用水的品质更高的话，这款美的 R53 Pro 同样值得你去考虑。第三款万和 EU24，像他们家 EU 系列、V 系列、L 系列都属于冷凝壁挂炉的范畴。万和 EU24到手价也是7000左右，冷凝壁挂炉加上1级能效，但101.8%的热效率比起美的要略低一点。此外，还搭载有暖气自动调温、分段微火燃烧、水汽双调等的配置，在零部件的配给上同样下了不少功夫。为了性能更加稳定以及耐用，像比例阀、电机、水泵、变频风机等等都用上了进口品牌，这一点还是值得点赞的。7000以下的价位段，如果是预算有限，确实够不着前面提到的这3款。在7000以下也有好几款，我个人认为还不错的机型。第一款美的 R05，到手价5000以内就能拿下。要是预算有限，但又想选个静音效果好点的，可以重点考虑这一款美的 R05。对比起我手头这一款美的 R53呢，共同点都在于能够做到1级低噪的绿音认证，运行时分贝也不会超过38分贝，非常的静音。双变频技术即为直流变频风机加上变频器阀，省气的同时还很节能。预算不高的朋友可以重点考虑一下。第二款万和 EC24，价格呢在4000出头，同样也是板换式加上分段燃烧，综合来看也没有太大的短板。相比起万和的 A 系列、E 系列、EC 系列的恒温性能也能做得更好，生活出水的温度波动基本在正负1摄氏度左右。核心部件呢，大多数也是采用进口品牌，这也是万和的一贯传统的。在控制面板上，基本4000价位段的壁挂炉都是属于物理按键，颜值和操控都非常一般。但万和在控制方式上也升级成了智能触控面板，哪怕是家里有老人小孩也能轻松上手。第三款小松鼠 B15，小松鼠在国内同样也是属于比较早研发壁挂炉的企业之一，并且在国内壁挂炉市场份额还行。要是大家担心小松鼠的安装售后的话，可以在买之前确认清楚有没有对应的售后网点。B15在我看来应该是属于小松鼠性价比最高的系列之一了，到手价格5000出头，同样都是标准炉，像他们家的 B20、C12这个价位段还是套管式，就不太建议了。那值得一提的是，B15的气候补偿技术可以做到实时检测室外温度，再反馈到 CPU 进行精确配给，实现更舒适的热水体验。那其实如今很多国产品牌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对比国外壁挂炉，同样的配置能够便宜一半，并且智能化的功能也更加丰富，整体的体验也更好。就以拆机的美的、奥克斯、万和为例，这类品牌都要比国外的安装售后服务体验要更好。较为突出的就是美的，服务网点更是高达3800家，专业的售后人员也有2万家，基本是属于一站式服务到位了。